魏无羡打开纸袋，一股热辣的味道让他差点给蓝忘机跪下。他伸手把汉堡的包装打开，狠狠地咬了一大口，腮帮子塞得鼓鼓，感激涕零地说：“蓝湛，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青花椒鸡肉汉堡？这个新出的，我每次回家看到这个广告都想吃，就是这里排队的人太多了，我就望而却步了。”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淡声道：“吃东西不要说话。”蓝忘机看着魏无羡在电梯里3下5除2就消灭掉了一个汉堡，又去袋子里摸出另外一个，举到自己的眼前，说：“你也来一个呀。”青花椒的味道，即便隔着食品包装纸，也掩盖不住辛辣的气味，充斥了因2个成年男性而略显狭小的电梯间。蓝忘机的目光落在汉堡下方的手，魏无羡的手似乎比自己的小一些，在电梯间明亮的白灯映照下，显出一丝苍白感。他出神地看了几秒魏无羡左手空无一物的无名指，淡声道：“你吃，我不饿。”转过头，电梯显示屏上的数字映在蓝忘机浅色的眸子里，映出一丝暖红色，随着下降变换。未被迅速填满的魏无羡又忍不住鼓着腮帮子继续问：“蓝湛，你家远不远呢？”“不远，10分钟。”魏无羡明显开心起来，道：“那我今天运气还不错呀。”蓝忘机没有回答，却在心里微微荡起一丝涟漪。电梯停在1楼大堂，蓝忘机伸出胳膊挡在门处，身边的人立刻倒着欢快地走着。就像学生时代，魏无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很喜欢面朝着自己倒着走。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学生时代了，魏无羡早已把第2个汉堡吃了干净。他一手拿着纸袋和撕开一个小口的番茄酱，一手抓了几根薯条，没很形象地塞到嘴里。红色的番茄酱在他的嘴唇上微微留下几滴痕迹。蓝湛，我在国外的时候也被淹过一次，比这个惨多了。当时我跟江澄和聂怀桑住在一起，有一天马桶水反了上来，整个屋子都没法下脚，脏死了，根本没法住人。而且那时候大半夜的，还没地方去，还好天气没这么冷，我们3最后在楼下花园里凑合了一晚。蓝忘机脚步微微顿了一下，他看着倒着走的魏无羡，道：“看路。”魏无羡毫不在意，他继续得意洋洋吃着薯条。还是我最厉害，他们2个一点都不自立，最后还是聪明绝顶的我，花了1天的时间修好了马桶，终结了我们3露宿街头的命运。蓝忘机终于看不下去了，他面无表情地伸手掰住了魏无羡的胳膊，把人强行转回了铜像。虽然已经夜里快11点了，但毕竟还是在大路上。这次也不算糟啊，管家说会让原来的装修公司来帮我修，起码不用自己动手了。魏无羡总能在最糟糕的环境下安慰自己，何况还能住到自己喜欢的人家里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觉得这事不但不算糟，简直不能更满意了。满意的他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。好笑。蓝忘机完全不能理解这人刚刚还在抱怨，现在一下子就开心起来。没有没有。魏无羡嘴角弯到了耳边，他说：“蓝湛，你要知道，谁也算是财呢，这样想下来，我可能要发财了，也还不错。”蓝忘机微微摇了摇头。蓝忘机住的地方确实很近，10分钟也说得非常准确，言语之间就到了楼下。魏无羡也没想到蓝忘机住的离自己这么近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蓝湛，你一直住在这里吗？”1个月前搬来的。蓝忘机伸出修长的手指，在月光下摁下单元门的密码。1个月前，魏无羡心里暗想，那好像跟第1次见面的时间差不多呢，居然刚到 S 市就遇到自己了吧，那也太不巧了。东想西想着，就跟着蓝忘机上了电梯，到了房间门口。大门打开，视线可及的范围干净整洁，如果不是室内还飘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道，跟售楼处展览的样板间几乎没什么区别。地上的大理石连一丝水迹都看不出，几乎照得出人影。魏无羡脱掉自己的鞋子，把脚伸到蓝忘机递给他的拖鞋里，差不多是跳着进了房间。纸袋里的食物一路上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客厅里看起来最舒服的地方莫过于一组浅灰色的真皮沙发了。魏无羡非常满意地跳到沙发上，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。蓝忘机在房间里忙碌着什么，客厅正对着餐厅，通往卧室的走廊在客厅和餐厅之间，廊灯是暖黄色，
给白色的大理石地面罩上一层金色光晕。魏无羡掏出手机，快速地看了一下信息，几乎都是祝他生日快乐的，每个他都认真地回复了谢谢。江澄在微信说自己的出国计划延了1周，他的工作暂时不用魏无羡接替了。魏无羡正开心着，又翻到了聂怀桑的微信，说家里突然有事，要离开 S5天，他的工作需要江澄和魏无羡共担，但也会远程办公。呵，魏无羡微微眯起眼，成年人任何事情都有得失，就不会有轻松的时候。魏婴，蓝忘机低沉的声音从他头上方传来。魏无羡正在看聂怀桑下周的原本计划，被这突然一唤微微笑了一下，手机一下掉到了地毯上。